Mega 进化为何会从宝可梦最受欢迎的战斗系统到如今的人人喊打？本月14号，宝可梦珠子的第2弹 DLC 就要解禁了。按照惯例，每当临近宝可梦新作发售时，宝圈就必定会兴起贷款 Mega 进化回归的狂潮。这也不习惯，毕竟 Mega 进化是宝可梦近年来人气最高的战斗系统，就连一些宝可梦山寨游戏都会保留 Mega 系统，甚至作为氪金点来强推。外网的假舅舅们也会不定时用 Mega 回归作为噱头来溜粉儿。可见 Mega 进化在粉丝群体中的地位，因此在当剑盾删除 Mega 系统后，跪求 Mega 回归的声音就未曾断过。但同样的戏码见多了，就难免会招致部分玩家的反感。久而久之，那些嚷着让 Mega 回归的人就被打上了 Mega 招魂岛、Mega 遗老的标签，连带 Mega 系统本身也开始被重新审视，被部分玩家认定为破坏宝可梦的生态和对战环境的败笔，甚至一度成了宝圈经济的话题。那为何 Mega 进化会让喜欢的人爱不释手，又能让讨厌的人直翻白眼？两大阵营的争论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首先，最直观的就是 Mega 外形上的讨喜，比起 Z 招式的尬舞、炮台对轰的极巨化和顶着一坨水晶傻不拉几的钛进化， Mega 进化则整体朝着更霸气、更酷炫、更华丽的方向在设计。从最初 XY 的 PV 公布之后的反馈，就能明显感觉到绝大部分玩家都对 Mega 进化抱有好感，再加上 XY 动画制作精良，让 Mega 进化的强大和帅气得以完全释放。那爱上 Mega 进化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并且 Mega 党还认为 Mega 进化带来的100点种族值提升或是特性的变更，是对原本在对战中弱势的宝可梦的一剂还魂药。像是喷火龙、大嘴蛙、代兽，他们都因获得 Mega 进化一跃成了对战中的热门宝可梦，是 Mega 进化给了那些弱小宝可梦翻身的机会，也让其他的宝可梦厨子看到了希望。大家都憧憬着，或许有一天像殷香帅这么弱小的宝可梦都能借助 Mega 进化在对战中大杀四方。这样的愿景虽很美好，但有些玩家却很难苟同。你说 Mega 能补强弱势宝可梦，那 Mega 差不多娃娃、Mega 诅咒娃娃、Mega 阿布索鲁不也没翻身吗？以前是下水道， Mega 后还是无人问津啊。甚至还有像 Mega 里尔、露莎这类强度不增反降的，他们不仅没从 Mega 中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被喷浪费了 Mega 名额。更绝望的是，他们正常进化的路径也因 Mega 进化被堵死了。一只宝可梦最极限的进化是3段 ，Mega 进化的设定则是突破最终形态的再进化，这对有3段进化的宝可梦来说自然是福音。但那些进化链不完整的宝可梦呢？像是大嘴蛙这类种族值非常低且没有进化链的宝可梦，它们是完全有机会在后时代向上进化1段甚至2段的，但现在看来再无可能。再假设一下，如果后面的设计师想给卢卡利欧再设计1段进化形态，那就只能先给卢卡利欧出地区形态，在此基础上再去添加进化型了。但这不就跟巨钳螳螂和皮肤螳螂、魔强人偶和踏冰人偶一样了？说是进化，其实压根就是2只不同的宝可梦啊！看似有了踏冰人偶，可实则跟我魔强人偶有啥关系？另外，随着月月熊、七麒麟、七石猴等新一批跨时代进化的宝可梦在珠子中登场，并在排位对战中逐渐站稳脚跟，越来越多的玩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打铁还需自身硬。宝可梦的正常进化是自宝可梦诞生至今就存在的机制，绝不会因为版本更迭而消失。在第1世代登场的多边兽，在第2世代进化成了多边兽2型，又在第4世代再进化成了多边兽 Z 型。那它们3个在后续的每个时代里都会作为一个整体登场，有多边兽，那就会有多边兽2型和多边兽 Z 型，不用担心在某一座中就突然缺家少口，少了打敌位。而 Mega 进化、Z 招式、极巨化、钛进化则更像是某1、2世代的限定玩法，随时都可能被弃了弃掉。外喷再强那也是一时的，拔掉它的 Mega 和极巨化外衣就马上原形毕露。所以你要是真希望你喜欢的宝可梦能得到加强，那就应该盼着它像波克比、圈圈熊、鱼缸龙那样正常进化，1段变2段，2段变3段，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随时都可能被阉割的 Mega 系统。更别说 Mega 进化是部分宝可梦才能享有的特权，和雨露均沾的 Z 招式、极巨化和钛进化比起来存在公平性问题，容易让玩家积攒怨气。凭什么你能 Mega 我不能？ Mega 就算了，你还双 Mega， 那我不骂你骂谁？另一边，对战党对 Mega 影响对战平衡也颇有微词。在第6、第7世代，大家队伍的构建几乎都需要围绕 Mega 手来展开，这不仅降低了配对的多样性，同时也降低了对战的观赏性。能上场战斗的宝可梦翻来覆去就那几只，烦都烦死了。相比之下 ，Z 招式、极巨化和钛进化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但 Mega 党表示，宝可梦对战的不平衡是一直存在且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 Mega， 每个时代能上场比赛的宝可梦也都是那几只 ，T0 的位置只不过是你唱罢了，我登场而已。Mega 进化可不背锅，并且热衷宝可梦对战的玩家真的很多吗？根据宝可梦 Home 显示的数据，珠子网络对战最火爆的时候，参与的玩家能达到120万人次，现在稳定在30万左右，平均每个赛季参与排位对战的玩家差不多就50万人。这个数字放在其他买断制的主机游戏里可能不算少，但放在千万级销量的宝可梦系列游戏里，那就是很小众啊。要知道，剑盾和珠子的销量可都超过了2300万，也就是说，有近80%的宝可梦玩家都不是对战党，这其中还不包括宝可梦的动画观众和数量更为庞大的路人粉丝。对战党明明是整个宝可梦粉丝群体里非常小众的一拨人，却妄想发出最大的声音，抨击受到大部分宝可梦粉丝都喜爱的系统，从而营造一种 Mega 进化人人喊打，喜欢 Mega 的都是云玩家云观众的错觉，简直笑掉大牙。如果 Mega 进化真有那么失败，那为什么只见 Mega 招魂党，不见 Z 招式招魂党、几句话招魂党呢？想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宝可梦作为一款集收集、养成、对战、暖暖等一体的游戏，大家从中获得的乐趣来自游戏中的方方面面。一只宝可梦的设计，一种对战机制的诞生，也并非只是为了服务某一特定玩家群体。Mega 进化固然是宝可梦对战系统上的革新，但角色厨、培育档、图鉴收集档、单机通关档，他们都是 Mega 的受众。那若想评判 Mega 进化的成功与否，就应该从多维度来审视才对吧？那么你喜欢 Mega 进化吗？期待 Mega 进化能在珠子最后的 DLC 中回归吗？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知道仙子伊布当年被喷的有多惨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宝可梦被喷一代比一代丑，早已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月经话题了。但是宝可梦的设计却一直是一门玄学。那些起初让你直呼辣眼睛的宝可梦，经常会随着时间流逝，让你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欢，越来越能 get 到他们身上的萌点。因此，一只宝可梦的风评经常会在多年后发生大反转。那么本期视频我就以大家的老婆仙子伊布为例，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仙子伊布出道至今的传奇一生吧。2013年2月 ，Colo 3月号杂志抢在宝可梦官方前面提前曝光了伊布的全新进化型，但由于大家对这只时隔5年才登场的新伊布期待值过高，以及平时看到的一些二创的设计太过优秀，这只新伊布似乎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大家的吐槽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是仙布的眼睛又大又空洞，显得仙布目光呆滞，不够灵动，甚至有些惊悚，和其他伊布家族放在一起完全是2个画风。二是仙布的脖子和耳朵上都配有蝴蝶结和飘带，设计元素有些重复，不符合伊布家族一贯简约的设计风格。当年大家对仙布的设计不说全是负面，但至少是有争议，没法让多数人满意的。但是呢，审美这件事是非常主观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仙子伊布作为官方宣传新游戏新属性的代表宝可梦，不可能就这么让它默默无闻，官方有的是办法来捧它，让你喜欢上它。于是仙布便带着高贵的妖精属性、强势的特性以及较为优秀的种族值分配，跻身了对战人无缺的行列，开始在游戏中大放异彩。大家应该都有同感，当一个英雄能在游戏中帮助你快速上分时，你就不会再去过分挑剔他的外形了，甚至反而会越看他越顺眼，最后爱上他，成为本命。仙布在游戏中的强势可以说帮他稳住了基本盘。同一时间，随着宝可梦新一季的动画开播，仙布以常驻宝可梦的身份加入了主角团，大大增加了曝光度。要知道，一只宝可梦一旦到了动画里，它就不再是游戏里那冰冷的建模和机械的战斗工具了，它会成为陪伴训练家成长的搭档，会有着自己的思想和喜怒哀乐。每当他卖萌耍宝和训练家患难生死时，都能提升观众对他的好感度，并且动画对宝可梦人气的推动一直都远超游戏。仙布借着动画带来的曝光，正式走进了万千观众心中。此外，仙布还背靠伊布这个大家族，周边商品多到飞起，也根本不愁卖不出去。于是，在多方的助力下，仙布成功俘获了游戏玩家、动画观众和路人粉丝，一跃成为了宝可梦新一代的人气女王。当初那些不看好她的声音也逐渐消失了。2016年，宝可梦官方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气票选活动——宝可梦720选举。出道仅3年的仙布一举击败喷火龙、超梦、伊布等众多老牌人气宝可梦，拿下总榜第5的好成绩。接着又在竞争更为激烈的2020年的人气票选里，顶着日月剑盾2世代的后起之秀的冲击，稳在了第6的位置。甚至在韩国的票选中，反超甲贺忍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卡洛斯人气天后。大家都知道，宝可梦历年的人气票选水分都很大，新登场的宝
宝可梦通常会得到官方的特别关照，在排行榜上占据高位，好方便宣传游戏和剧场版。官方也经常会为了避免新精灵被旧精灵抢走风头，帮忙扫清障碍，做出许多打压旧精灵的操作，比如用按地区投票的方式，让同一地区的人气宝可梦相互分票，最后使他们的票数都上不去，或者直接暗箱操作，给要捧的精灵灌点水之类的。但此时的仙部早已从第6世代被力捧的掌上明珠，沦落成需要稍加限制的明日黄花，不在官方特别关照的行列之内了。失去在动画中常驻嘉宾身份的仙部，不仅曝光度大不如从前，在游戏中赖以生存的特性妖精皮肤，也在第7世代里惨遭削弱，硬是把仙部从T0的位置上给撵了下去。但俗话说得好，花无百日红，仙与鸡不同。此时的仙部可不像某些部中用的神兽幻兽，在剧场版上映前，官方买碎水军，营造一下人气高的假象，骗大家花钱去支持票房。等剧场版一下映，马上就无人问津的水货。这些年来，仙部凭借着一个个扎扎实实的舞台，早已深得人心，人气是实打实的。哪怕官方再如何过河拆桥，都难以撼动仙部的地位。是实力天后还是流量小花，观众和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于是，在去年朱子发售后，某游戏网站发起的一次票选活动中，仙部又一次顶着一众新宝可梦的冲击，以第7名的成绩成为了人气最高的老精灵。毫不夸张地说，仙子伊布和甲贺人蛙、迷你丘是宝可梦近10年来最出圈的新精灵了。在如今这个时代，一只新宝可梦想要获得大家认可，难度非常大。他们不仅会因为外形设计的问题被所谓的初代老粉丝无情嘲讽，还可能会因为在游戏里强度太低，被对战党贬得一无是处，更有可能因为得不到官方的重视，出道即查无此人。同时他们还需要做到在后世代里不喧宾夺主，抢走新宝可梦的风头，否则就会落得和忍蛙一样的下场，惨遭雪藏一整个世代。仙子伊布能拿到大女主剧本，一路乘风破浪，获得大家的喜爱，已经不知道是因为官方的力捧，还是因为和我们粉丝有眼缘了。可能一切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注定的，很难说清了吧。那么你是因为什么喜欢上仙部的呢？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选XP还是选强度，这是在所有含有 PVP 玩法的游戏中，玩家都很纠结的问题。好在宝可梦不像市面上的很多手游那样，不知强度就玩不下去。宝可梦的网络对战仅仅只是游戏内容的很小一部分，在捕捉、收集和 PVE 对战中，倾注精力的玩家才是多数。从宝可梦官方历年的人气票选、周边商品的销量、参与排位对战的人数，我们就可以窥见，绝大部分宝可梦玩家都不是强度党，大家在游戏里仍然会倾向于使用自己喜欢的宝可梦，但无奈的是，自己喜欢的宝可梦可能在对战中并不强势，甚至很弱小。这里所说的弱小，单指在当前的网络对战环境下不够强势的宝可梦。依据宝可梦后给出的排位对战使用率，如果一只宝可梦的排名长期都在100名开外，那我们就认为它不太适合用来对战。因此，我们对它的培养思路就应该往提升大世界体验这方面去靠，看看它适不适合用来通关打道馆，能不能胜任捉宠工具人的位置，在钛金团战中是否能单击1拖3等等。本期视频我就这些不适合用来排位上分的宝可梦，从它们的特性、技能、性格、努力值分配上给出培养建议，挖掘它们在对战之外的价值。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我们先以戈达鸭为例，戈达鸭作为一只很出圈的宝可梦，在游戏中也不乏使用它的玩家。但如果按照排位对战的培养思路，大部分戈达鸭会选择悠游自如的特性进入雨天队，担任一个半输出半辅助的位置，或者是选用无关天气来针对一下依赖天气的宝可梦。但是呢，雨天兄弟的竞争太过激烈，以戈达鸭自身的素质实在缺少入队的优势，因此在排位对战中长期处于查无此鸭的状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摒弃对战党的培养思路，转为来挖掘戈达鸭在大世界中的优势，选用湿气这一特性。湿气可以让大爆炸之类的自杀技能无效，这在对战中虽用处不大，但在捕捉宝可梦时却有着不小的价值。最近就经常看到很多朋友发帖哭诉，自己遇到了一只闪光的小陨星，结果忘记存档，小陨星就自爆了的尴尬情况。大世界里会遇石击碎、大爆炸这类技能的宝可梦不在少数，配上一只湿气特性的宝可梦，就能提升对这部分宝可梦的捕捉体验。加之戈达鸭还会哈欠、催眠术，可
可用来提高对野生宝可梦的捕获率，还有特性互换，单纯光线方便查看特性，见势不妙还可用快速折返离场，因此哥达鸭非常适合往抓宠工具人这条路线上去培养，特别是在近2个时代，随着皇冠、薄荷胶囊和阵章的出现，以及宝可梦大量出现提升闪率的机制，在野外直接捕捉宝可梦来培养，已经逐渐有了取代孵蛋的趋势。为应对不同状况，备上几只抓宠宝可梦也是很有必要的，它们也可能会成为待在队伍中陪伴你时间最长的宝可梦。那么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不妨就留给你喜欢的那些弱小宝可梦，帮他们发挥出在对战之外的价值吧。很多宝可梦在对战中不够热门，速度可能就是其中最大的脱分项。像人气宝可梦帝王拉波，就因为60的速度不上不下十分尴尬，极速码还是不够快，零速码空间下也不够慢，不管怎样都缺少出手权。根据宝可梦Home提供的数据，帝王拉波在单双打对战的排名都在60几名左右，大部分玩家都选择了放弃速度来追求极致的输出。帝王拉波整体的强度虽还没弱到不能用的地步，但想用它上分也实在折磨。如果你是帝王拉波的真爱粉，队伍中必须要有它的位置。我建议你放弃对战党的配置，直接培养极速的帝王拉波，来提升自己在大世界中的游玩体验。对战中的帝王拉波会因为速度慢缺少出手权，但在大世界中，借着等级的优势和性格努力值的修正，也没有出手权吗？对于这种速度卡在50到70区间的宝可梦，如果它不适合拿来网络对战，那大家完全可以无脑极速，以保证在大世界中的体验。另外，不少单机玩家受到对战党的影响，对中低速的宝可梦有着零速零攻的执念，但要是这只宝可梦本身就不具备上排位对战的强度，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苛求零速零攻的。你不零速，说不定人家还能在野外对战中先出手，你给他零速后，人家反倒是天天挨打，何必呢？在如今这个80威力的技能都算低的对战环境中，大家普遍会选用一些大威力技能来追求极致的输出，但是这类技能或多或少会伴随着反伤的一系列负面效果，亦或是 PP 数太少的尴尬。这不仅在对战中需要玩家斟酌取舍，在大世界给玩家的体验也很糟糕。闪焰冲锋打在吉利蛋身上，自己也残血了，飞叶风暴还没用几次 PP 就没了，来回吃药泡宝可梦中心回复还是很影响游戏体验的。因此威力低 PP 多的回复技能诸如终极吸取、木角、吸取拳反而成了首选，特别是在钛金团战中，像是先波的吸取之吻、电毒蛙的抛物面充电，这些在对战中几乎见不到的技能，就成了钛金团战中的必带技能。同时，这些回复技能也给了那些输出乏力的宝可梦战场输出的资本。只要对方秒不掉我，那我就可以慢慢和你耗，一次击杀不了，那我就再挨打一次，并且低威力的技能在捕捉宝可梦时也能有效避免对面被秒，起到控血的作用。像是点到为止、蘑菇包子、吸取权配置的斗笠菇，想必大家都会备上一只吧。大家千万不要被对战党带偏了，用排位对战的配置去培养一些不适合当下对战环境的宝可梦，就比如烈焰猴吧，看看它在单打中的配招，完完全全成了个辅助啊。可即便如此，它的使用率也非常低，说明不管是输出还是辅助，它都不适合用来对战了。但是以烈焰猴高速高攻的种族值分配和丰富的技能，它依旧是在大世界非常好用的宝可梦，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去扭曲它原本的用法。总之，对于弱小的宝可梦培养思路就是去挖掘它们在对战之外的功能性，来提升我们玩家在单机游玩时的体验。如果你只是个单机玩家，如果你喜欢的宝可梦在网络对战中并没有竞争力，那你对它的培养思路就应该侧重到大世界的体验上来。盲目照搬对战党的思路培养宝可梦，那它可能在排位里也帮你上不了分，在大世界中也不看重用。对战强度和大世界体验，你总得让它占一样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赞关注一下，十分感谢。那就这样，宝可梦诸子中哪只宝可梦最稀有、最高贵、最值钱？众所周知，物以稀为贵，在宝可梦游戏中，获取难度越大的宝可梦，身价越高。如果还能再搭配上游戏内无法获得的贵重球和限定的奖章阵章，那这只宝可梦就可以当成传家宝了。本期视频我就来盘点一下诸子中有哪些宝可梦算得上稀缺货，大家也看看自己都入手了没。美罗耶塔。幻兽作为以往付费观看剧场版才能入手的宝可梦，天生就要高人一等，即便偶尔被官方配信赠予玩家，大部分也不会是自 ID， 不是自 ID 的意思就是你喜当爹了，我个人是很嫌弃的。好在从剑盾 DLC 的凯路 DO 开始 ，GF 便慢慢开放了幻兽的限制，这次诸子解禁的幻兽就是美罗耶塔，这也是美罗耶塔出道13年以来第一次可在游戏里单机捕获，非常稀有，大家大可将手头里舍不得用的干果球毫无顾虑的扔向它。珍惜指数5颗星。达克莱伊
同为幻兽的达克莱伊早年也因入手困难十分罕见，所幸近几年随着第4世代的相关作品面世，才逐渐在游戏里开放捕捉。本月朱子配信的这只达克莱伊拥有自 ID 加贵重球加经典奖章的豪华配置，颇具收藏价值，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珍惜指数5颗星。梦幻作为初代的幻兽，虽然在不少作品中都有登场，官方也培训过很多次，但支持自 ID 的情况却屈指可数。今年8月份朱子配信的这只梦幻就罕见的支持自 ID， 唯一的遗憾就是它绑定了红白球。还好这只梦幻带了经典奖章，如果你用梦幻参与了最强超梦的钛金坑活动，还能再获得1枚最强之证，也算是一点点与众不同吧。珍惜指数4颗星。路卡利欧闪光，这只闪光路卡利欧可在近期免费配信获取，并且还是自 ID 加贵重球加经典奖章的配置，这也直接拉高了它这只普通宝可梦的身价。有多少朋友在入手这只闪光路卡利欧后，就把自己以前培养的那只打入了冷宫呢？珍惜指数3颗星。索罗亚克喜翠的样子，这只喜翠索罗亚克是预购朱子 DLC 通过序列号获得的赠品，自 ID 加贵重球加领袖之证的配置还算凑合，但是在10月31日后才购入 DLC 的朋友将无法获取。珍惜指数2颗星。索彩铃赛富豪闪光，索彩铃和赛富豪虽是普通宝可梦，但由于朱子野生的索彩铃全部锁闪，加之它们是未发现蛋群无法孵蛋，也就没有正常获取闪光的途径。目前只有在今年6月底开放的5星索彩铃钛金团体战里，才有极小的概率获取它们的闪光形态，并且我隐隐约约觉得赛富豪一家在下一世代里拿不到签证，所以这次错过了可真就没有了。珍惜指数4颗星。来杯茶不呲壶闪光真品，丝膜茶来杯粗茶闪光杰作。这4只虽也是普通宝可梦，但来杯茶的真品形态和丝膜茶的杰作形态都只能通过在野外小概率捕捉到，若你还想刷闪，那这概率就更微乎其微了。目前趁着朱子的5星加钛金坑和大量出现，提高了他们的杰作真品的概率，大家不妨多刷刷试试，哪怕不是闪光也值得多囤几只。如果后世代的游戏里没有极巨坑和钛金坑这样的机制，那他们的入手门槛或许就会变高。就问你现在抓到了闪光的真品哪一杯茶了吗？珍惜指数3颗星。12只 DLC 付费神兽，从剑盾开始，神兽便有了普通神兽和付费神兽之分。像本作中的朱子神和4大灾祸宝可梦，势必会随着宝可梦新作的陆续推出变得烂大街。但以上这几只神兽，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有着购买 DLC 才能拥有的门槛，在稀有度上要压过普通神兽一头。考虑到波荡水和铁斑叶先前就已免费开放，那和他们相同定位的4只新贝妙宝可梦，可能并不在付费神兽的行列中。GF 后续或许会以活动的形式开放捕捉。顺便说一下，熊徒弟虽登场于剑盾，但朱子的这只却更具有性价比，因为剑盾的熊徒弟是随剧情赠送绑定了红白球，而朱子这只则开放给了玩家自主捕获，可任你搭配精灵球要稍稍高贵一点。珍惜指数4颗星。超梦、波荡水、铁斑叶、朱子双神4大灾祸宝可梦。超梦作为初代的神兽，在大部分宝可梦作品中都有开放捕捉，所以现在差不多都和路边的皮卡丘一样泛滥了。估计大家手头都已经有不少只了吧？本世代登场的朱子双神和4大灾祸宝可梦也迟早会步入后尘，身价慢慢下跌。在今年9月份开放的最强超梦钛金团体战中的超梦，自带最强阵章，算是个小小的加分项吧。珍惜指数3颗星。月月熊鹤月形态。鹤月月月熊是在朱子 DLC 中登场的一只特殊个体的宝可梦，它无法由圈圈熊进化而来，也不属于神兽的范畴，大致对标的是小只版甲贺忍蛙。在官方的介绍中，鹤月月月熊仅此一只，如果后世代官方不将它下放，那鹤月月月熊将会和小只版甲贺忍蛙一样就此绝版。珍惜指数5颗星。桃太郎是本时代的幻兽，目前还都没有在游戏里解禁。它对标的是第8世代的萨鲁德，有着较高的获取门槛。想当初国内的剑盾玩家都是钻了欧美地区活动的空子才弄到了萨鲁德的，而且还不是自 ID， 这就组建幻兽的含金量了。好在现在时代变了，宝可梦近几年都没有剧场版了，不需要再像萨鲁德那样联动剧场版才能获取。前天官方也放出了蓝珠原版的番外篇预告，想必这次官方会免费配新道具来让大家获得桃太郎。珍惜指数5颗星。此外，官方还经常配合动画、比赛和各种节庆配信一些贵重球宝可梦，比如大家最不想看到的海兔兽。
但由于绝大部分都不是自 ID， 含金量自然大打折扣，估计有不少朋友都懒得上线去领吧。以及闪光风速狗和闪光长毛巨魔稍稍有那么点收藏价值。以上就是我个人认为的珠子中最珍惜的宝可梦了，标准非常主观，可能有的玩家更看重闪光，有的更看重精灵球、奖章、阵章，有的更看重宝可梦本身，或者是这只宝可梦对你个人的意义。但不管怎样，以上这些宝可梦是真的有含金量的，大家还是尽量弄到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不妨点个关注，十分感谢。随着幻兽帕鲁的热度持续发酵，作为宝可梦核心玩法之一的回合制对战也遭到了质疑和攻击，被指你一下我一下，既没有深度和乐趣，又没有观赏性，甚至因为宝可梦几十年如一的玩法，杰夫还背上了不思进取、不懂创新的骂名，颇有一种宝可梦要是再不革新玩法，立马就会爆死的感觉。其实游戏圈鄙视回合制玩法的现象一直都存在，之前就有不少因为一句 P5 天下第一而慕名入坑女神异闻录的玩家，因为游戏采取了回合制的战斗方式就立马开喷回踩的。咱也不知道他们对回合制的玩法为何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麻将、斗地主、围棋这些不都是回合制游戏吗？相反，因舍弃原本回合制玩法而销量骤减的游戏可不在少数。可见游戏玩法本就没有高低之分，只在于你是不是它的受众和游戏的世界观和定位是否契合。显而易见的是，回合制低下限高上限的特性恰好是符合宝可梦系列游戏的定位的。拿出宝可梦游戏的盒子，上面这6家的标志就已经明确了宝可梦是面向全年龄段玩家的游戏。上到手脚不便的老大爷，下到6岁的小朋友，都是游戏需要照顾到的群体。让这类玩家也能轻松愉快的通关游戏，才是宝可梦系列游戏最该优先考虑的。任何会增加玩家上手门槛和操作难度的系统都有赶氪的风险，都不利于宝可梦吸纳新粉丝。像是游戏中宝可梦的部分特性、技能和道具，本来需要写篇小作文才能解释清楚它们的具体效果和用法，但游戏内的文字描述永远都是那么简明扼要，生怕玩家看到大段文字就打退堂鼓。玩家口中的什么努力值、种族值、个体值，游戏内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画个雷达图表示个大概就行了。线上对战作为宝可梦游戏中最硬核、最具挑战的玩法，游戏里甚至都不会引导你去尝试，因为核心粉丝不需要，新玩家一时半会儿也玩不明白，还容易产生挫败感，不利于玩家的留存。而你想要的即时战斗，可能是年幼的小朋友根本驾驭不了的。别说小朋友了，阿尔宙斯的堡主战只需要玩家进行翻滚、闪避和扔震爆这2个动作，就已经让不少成年玩家叫苦连天。如果没有继承血条这个机制，想必很多玩家是会卡关的。法米通的游戏编辑在试玩过珠子的蓝之圆盘 DLC 后，给出的评价是非常困难。这就足以窥见宝可梦玩家中大部分都是轻度玩家，抓抓宝可梦轻轻松松的通关1周目就能得到满足了。受众群体非常明确，要是不顾自己的主要受众，强行改变玩法，恐怕会落得和妖怪手表一样的下场。早期妖怪手表和宝可梦，不管是游戏还是动画，都是定位儿童和轻度玩家的作品。在妖怪手表最巅峰时，能在日本本土取得首周120万份的好成绩，是当年真正能威胁到宝可梦的竞品。但到了第4代，游戏厂商认为当年的小朋友已经长大了，应该会寻求更具挑战的游戏体验，于是将传统的回合制改成了即时战斗。然而结果就是老玩家无所适从，新玩家觉得操作太繁琐，无法入坑，首周销量直接缩水到了15万。宝可梦作为一款近30年的长寿游戏 IP， 至今还能源源不断的吸引新玩家入坑，正是因为官方对宝可梦的受众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知道怎么去迎合他们的喜好。当初被核心粉丝嫌弃的轻量级作品 Let's Go 皮卡丘伊布大卖了1500万份，直接挤进宝可梦历代游戏销量前10。玩法更为单一的 Pokémon Go 更是能火爆全球。你可能觉得这样简陋的作品不配拥有这么高的销量，但那只是因为你不是这款作品的受众而已。宝可梦要吸引的不是那些闭眼上王者的大神，也不是享受砍龙乐趣的秀儿，更不是天天盯着游戏分辨率和帧数不放的资深游戏玩家，而是在商场看到皮卡丘的玩偶会让家长给他买一个的小朋友，是为了获得可达鸭的手办去跟风购买快星的路人粉丝，是把自己包包上的快龙认成喷火龙的都市丽人，是在聊天时使用杰尼龟表情包的学生，是看过宝可梦动画进而想要体验一下宝可梦游戏的动画观众，他们才是支撑起宝可梦千万级别销量的主力军。先前王一博被选作宝可梦卡牌的
的代言人时，就在宝圈引起过不小争议。大家觉得王一博的粉丝和宝可梦卡牌玩家根本不是一拨人，请王一博代言肯定是无效宣传。但事实就是，我身边的确有不少朋友因为王一博入坑了宝可梦卡牌和游戏，人家官方可能根本就没打算通过王一博把宝可梦游戏玩家变成宝可梦卡牌玩家，而是瞄准了那些只知道皮卡丘的年轻的路人粉丝。而低门槛的回合制配上低难度的1周目通关流程，就是留住这些轻度玩家和年幼的小朋友最好的套餐。去皮去衣和 Pokemon Go 的成功早就证实了这一点。那些天天在网上嚷着让宝可梦舍弃回合制玩法的人，可能只是数千万宝可梦玩家中最少的那一撮群体，他们甚至可能压根儿都不是宝可梦的付费玩家，只是因为他们在网上足够活跃，发出了最大的声音，营造出了一种不舍弃回合制宝可梦就立马会爆死的错觉。这就让我想起了《海贼王》的作者尾田荣一郎的一段采访。他说经常会收到很多女性读者对漫画提的建议，但作为漫画主要受众的男性群体却不怎么爱发声。那要是采纳女性读者的建议，漫画就会变成女性向的作品，这对内容的创作是有害的。这恰如宝可梦如今的情形，沉默的是大多数，跳脚的反而是少数群体。回合制的玩法经过了近30年的市场检验，究竟适不适合宝可梦，市场早就给出了回答，这可不是网友几句苍白的辩驳能左右的。我想问那些天天吐槽宝可梦回合制落后无聊的人，真的有尝试过宝可梦的线上对战吗？达到什么级别了呢？据我所知，很多号称自己每一座宝可梦游戏都玩过，却从来都没碰过网络对战，甚至不知道宝可梦有 PVP 玩法的老玩家一抓一大把。这本身没什么，毕竟游戏是自己的，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别人无权干预。但问题就在于，这些通关后就封盘，根本没有入门对战的玩家，是怎么做到理直气壮的喷回合制垃圾无趣的呢？近几年，宝可梦游戏因为这那的不足，社区风评下滑明显，已然到了非宝可梦玩家都可以来踩一脚的地步。你骂宝可梦的画面不够精美，帧数不够稳定，优化不够到位，单机内容不够丰富，其实都无妨。但回合制对战是从宝可梦诞生延续至今的玩法，要出问题早出问题了，能让新手玩家轻松上手，又能让硬核对战玩家乐此不疲上千个小时，这种兼顾多个群体的玩法到底哪里不好了？你如果对宝可梦的对战无感，又不想收集图鉴，也没有刷闪的动力，这说明你根本就不是宝可梦正作游戏的受众啊！你要做的是去寻找其他适合你的游戏，而不是让宝可梦因你的喜好做出改变。去日料店点汉堡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你只是像喜欢泡泡玛特和琳娜贝尔那样单纯的喜欢某几只宝可梦，那购买他们的手办玩偶或许比购买游戏更合适哦。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